Hello，大家好啊，欢迎来到今天直播啊。我们上个星期停了一下啊，最近经常停的，在这里抱歉一下，这个没有坚持每个星期天晚上的给大家的直播啊。最近因为是帮助 GMT 的同学寻找十倍股，做了好多的研究，也是跟我们的团队我们现在有一个研究的团队，在全世界寻找十倍股的机会，所以呢，花多了时间给我们的珍贵的 GNT 的同学，所以直播就做了少一点啊，所以今天赶快给大家做一下直播啊，然后直播其实我每一次的直播都是花了好多时间的，包括今天我从今天下午已经开始在想啊，如何可以把握或者是珍惜这一个直播的机会，给大家创造满满的价值。所以我今天下午上午已经在做题材啦，做这个课题啦，想讲什么啦，然后呢，下午就在想如何可以珍惜我们的时间，给大家最大的价值。所以一会儿我会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希望能帮助大家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未来的改变当然是改变了更好的一个改变，迈向更丰盛的人生更富有的人生，好吧？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现场问，我也准备了一些回答一些以前一些网友的留言的问题啊。如果你什么问题可以现场问，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的队友会帮我挑选几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好吧？那事不宜迟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就是我们一边来看一下。现在有什么一些危机我个人觉得呢是市场太乐观了，现在有点不是说这些危机一定会在短时间内发生，但我觉得迟早会发生。而且呢，最不好的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完全没有把这个发生的可能性、发生的几率和发生了之后这个damage 这个对我们的损失price in 这个把这反映在股价里面，反映在资产价格里面，包括债券等等都是一样没有反映在里面。所以很多网友都问，股票能买吗？这个债券能买吗？所以今天首先看一看有哪些不好的因素可能存在的因素。现在这个市场，我们也会来看一下有没有把这些不好的可能会发生的风暴price in我会教大家怎么去看，好吧？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很多好的机会我个人在1月份的时候套现了蛮多的钱1月在高位的时候，但是到了2月底的时候，我是买了好多好多，因为我最近真的是找到好多的机会GMT 的同学可以看到我的买卖，对不对？我的买卖的记录都是这个可以作为见证，对吧？所以呢，最近我真的是不是我讲的，是我这个行动这个证明了我看到好多好多机会。今天晚上也会讲讲大的方向，好吧？所以今天晚上大的主题就是这样那事不宜迟呢，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星期五我们上传的一个 YouTube 的视频是讲股神巴菲特的给股东的一个最新的2023年的信。还有呢，一个我个人觉得怎么去解读股神巴菲特这个信，加上了我个人的这个见解，加上了我个人的意见和看法我第一个觉得外面好多好多的人，有解释拍 YouTube 也好，有写文章也好，有解释巴菲特2023年给股东的信第一个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看过巴菲特这封信如果有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写多一句话你觉得你看完之后，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最有价值的、最大的一个英文叫 take away 能够拿走的是哪一点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好吧？那我个人觉得呢，我有看过我因为要拍这个 YouTube 视频，我看看人家讲过的，我就不讲了结果发现，巴菲特最重要的几点，其实很多人都看漏，甚至是或者是完全没有提到过所以呢。我在这个 YouTube 里面，主要是讲了几个我觉得巴菲特看到的危机、看到的风暴
啊，所以我在这里啊，我那个 YouTube 视频啊已经讲过了，我相信好多的网友已经看过了，我就在这里不再重复了。但是我看到大家的那个留言啊，好像也没有看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没有看到巴菲特看到的这个风暴或者是危机的话，那我建议你再看一次我的这个视频，或者你可以再看一次巴菲特给股东的信，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巴菲特给股东的信里面没有写的那么直白，没有写的那么明显因为他老人家还是比较这个有谦虚保守的低调的那我在他的字眼里面看到他拥有了很多的这个现金或者叫cash equivalent，差不多就是马上能变现的这种现金就是他也讲到了风险的管理，他也讲到了几个地方，我觉得他是感觉到留一手有可能这些危机会发生当然，这些危机没有发生之前，没有说他们一定会发生，更加难的是说一定会今年发生，对不对？我们知道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年一定会发生，那就更难了可能是迟早会发生，可能是永远不会发生。但是我觉得巴菲特其中一个做得好的就是他对风险、对危机的这个留一手这个留一手。风险管理是做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很多时候就说觉得股神巴菲特最希望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做的最好的是他的那个风险管理他其实也讲过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个这个 social decisions是一般般的决定。好的决定可能只有12个就非常好的决定可能只有12个，其他都是一般般的但是它的风险管理是做得非常好的。很多人过去58年也好，几十年也好，到最后股票市场里面是输钱的，甚至有些基金经理做得很出名了，结果一下子我包括那个 Bill Huang 啦Archipelago 的 Bill Huang 啦，还有 LTMN 的这个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的LTCM 的那几个诺贝尔奖的那个教授啦，到最后都是香港叫一鋪清袋一次就把他们一辈子赚的钱全部清掉了全部破产了所以巴菲特做得好的就是那个风险管理，所以大家可以帮我写一下，我们在这个画面上 capture 一下。我这里想带给大家就是我们要做好居安思危我们要时刻想着有什么样我们看不到的可能会发生的危机它们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少？我们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巴菲特里面我觉得好的地方那当然他的危机在哪里我对他的看危机的解读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一下我这个星期五拍的或者上传的，我拍的时候是星期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星期五上传的这个 YouTube 的视频背后其实我的制作团队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了，花了很多心血，所以大家可以点个赞，留个言，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来看到这么有价值的一些视频的话，也是对我们制作团队最大的一个鼓励，好吧 ？OK， 好。那不光是巴菲特说我们再看一下当然了，有些人会这个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不同的看法肯定有的我们要参考不同的人的不同看法那这位这个卢宾尼这个投资者他蛮出名的，他是投债券比较出名的他觉得呢今年呢一个完美的风暴正在酝酿。这是他说的他是一个很有辈分的这个投资的老前辈大师。他说今年可能会出现滞胀滞胀就是经济下滑放缓，然后呢通胀又蛮高的，又下不来，又蛮高的我们去年看到通胀好像有下来，但是最新的通胀又反弹了一点点了那经济会不会so far so good，到现在为止还是可以的但是会不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经济因为美联储加息加的太高了，而且要在高息的
level 啊，层次啊，要维持高息的一段时间。那这个会不会对经济带来一个放缓甚至是衰退的影响呢？真的这个可能性不小啊，所以今年出现滞胀啊，就算现在这个通胀，如果经济一下来的话，就是滞胀了啊，所以出现滞胀的这个机会啊，不是说一定会出现，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我觉得最差的是什么？这个机会不小，而这个市场啊，股票市场现在还是我个人觉得是偏向乐观的偏向乐观的，没有把这些完美的或者不叫他说完美啦，完美风暴就是很厉害，很大的一个风暴但是我觉得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那个如果发生的话，影响会很大。一会儿我会讲讲有哪些地方会发生这个很大的一个风暴当然这个可能性迟早会发生，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但今年发生的可能性可能还不是最大就是这个病人迟早已经是身体不太好了，但是要说他今年就要这个死掉的话，可能这个机会还少但是迟早这个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这个美国这个病已经病入膏肓了迟早是救不回来的，对吧？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拜拜。OK，最差的是什么？最差的是这个股价没有反应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经常有给大家 update 美股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是我画的这张图，哎，好神奇我们看到最近的美股就2天前星期四的时候，2天前它是碰到了两个支持位之后就反弹了。对吧？所以我的这个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有好多种，对不对？你要看怎么画，怎么去解读我画的图，哎，蛮有前瞻性的、预测性的，对吧？我第一个给大家看到是这个下降轨道。下降平行轨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从左上角开始往下走的一条平行轨道平行轨道的上轴就是上面那条线，对吧？以前大家如果看回我们以前的话，每一次到顶的时候就会下来，每一次到顶的时候就会下来，每一次到顶的时候就会下来，总共是到顶了6次就下来，到顶6次就下来了所以我当时说，哎，一到顶了。这个是一个主力位这个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些基本概念我有一堂课叫选股5部曲，里面有讲过，第4步、第5步就看一些技术分析来判断什么时候买卖所以这个选股5部曲大家有机会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有看过的话可以重温一下，如果你不记得那我在这里呢画了一条是下降轨道线，对不对？这条下降轨道线是再往前画的话。因为我把这个最近的放大了再往前画的话，是从2022年的1月份的高位开始画下来的那结果呢，第6次之后它是突破了。第6次之后是突破了之后呢，我在那个选股部曲里面有解释过，那个阻力位就变成了以后的支持位。OK，一旦突破之后，这个阻力位就变成了支持位。什么叫支持位？就是到了那里有一些投资者，不少的投资者觉得，哎呀，跌了这么多了，便宜了，去买了跌了这么多了，好像可以捞底了，去买了所以有些人会捞底当然了，不同的投资者会不同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会用不同的技术分析，有些时候我会用 RSI， 有些时候我会画这条平行线，在这里正好有2个技术分析的支持位，它是碰到了第一个是下降轨道，对吧？我们看到下降轨道的时候，大约5天前碰到一次，那个我们在阴阳组里面叫唱针就是一个阴阳组下面有一条线，黑色的线，像以前的那些唱针这个留声机什么唱片的那个唱针，对吧？碰到了之后马上就反弹了好神奇一碰到马上就反弹 ，OK， 反弹之后那个力又下来了，也不太强，但是这一次再下来呢，又是碰到只是在这个 intraday 在那个星期四的中间碰到之后马上上去，所以不是收市，是碰到了马上上去，而收市的时候还是反弹的，还是倒涨的反弹的所以看到一到了这里之后，这个反弹力还是蛮强的，所以到星期四
这个美股收市的时候还是反弹的。然后星期五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阳烛啊，比较大的实心阳烛，对吧？就是这个反弹力还是蛮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呢，现在美股啊，我觉得不便宜。美股现在又好像这个整个市场蛮乐观的，不便宜啊。种种原因估计下来就不便宜，对吧？但是因为它是到了一些支持位反弹了，支持位反弹了，整个股民来说呢还是乐观的。一到阻力位的时候支持位啊下来的时候支持位，一到支持位就去捞底了，一到支持位就捞底了。这一次有2个支持位，除了刚才说的那个下降轨道的顶之外，还有一个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它到了0.382，这是个心理的一个 psychological barrier， 心理的一个支持点啊，这是 subconscious 的啊，潜意识的。好像美股跌了这么多了，能捞底了吗？这是潜意识的，他们不会说看一看这个啊，美股好像跌了好多了，能捞底了吗？所以2个支持位有2帮不同的人进去捞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反弹的力啊，砰一下子反弹了2天了啊。所以这个是市场在怎么改变，对不对？市场在怎么改变，市场不会看这个计算算来算去，算到了这个风险有多少啦，未来的发生的风暴的可能性有多少，不像我们算的这么准的啊。所以短期内技术分析要比基本分析更加可能有这个预测的这个展示性，OK 预测的那个 predictable 的那个功效。但是长期来说，我刚才说了，有一些风暴没有 price in 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下有哪些风暴啊。那顺带呢，在这里呢也讲讲香港股票所以我是我在香港嘛，我是香港人嘛，所以我也看一下香港的股票其实同样的方法，大家学了之后你是台湾的可以同样的是台湾的股票做一下，你是这个新加坡的美国的美国我们做过了，英国的日本的都可以同样的方法做一下。你看了我的直播多了，或者看过我的课程之后，自己来做一点功课，好吧？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用了黄金比例另外这个下降轨道已经是突破掉了完全突破掉了，就是去年的10月之前是熊三下降轨道，然后之后是牛一现在进入了牛二，所以这个平行轨道就不适合用了我们要再长一点时间才能看到一个平行轨道出来，所以平行轨道这里用不到的话，我们用了 RSI 和那个黄金比例或者这个在读黄金比例那这个 RSI 呢，我们看到没有到30是一个超卖，它没有到30就提前反弹了。如果我们看那个黄金比例的话，刚才我们看到美股是到了0.382再反弹，对吧？港股现在是比美股要强大家有没有看到？港股比美股要强，因为它还没有到0.382就反弹了，它的 RSI 没有到30就反弹了好多我们的就凭感觉好像香港股票最近不太好了，美股好像好一点了，对吧？这是凭感觉如果你来看这个统计学的统计其实技术分析就是个统计学其实它没有到这个0.382的黄金比例，还有它的 RSI 没有到30就反弹了，所以这2个给我们看到，香港港股最重要其实是中国大陆的股票，对吧？香港现在本地的股票的比例不多了多数都是大陆的股票，中国大陆中国那当然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中概股在美国的指数，我们其实也可以用香港的股票来做一个 proxy 来代表中概股差不多因为很多的中概股现在阿里巴巴啦、京东啦、百度啦都是两边都有上市的所以这个港股现在其实不光是两地上市，阿里巴巴啦、京东啦、百度啦都是在恒生指数里面，所以香港的股票也代表了美国上市的中概股in a way这个 approximately OK 大约 OK。那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中概股，我整体叫它中概股啦，中概股背后的基本因素还是比较好的，还是良好的这个我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就讲了，最差的时间到了，太便宜的最差时间到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做见证我当时就说了，太悲观的时候，绝对悲观的时候就是买的好的时候了。到了11月份的时候，我就说了，一旦这个解封之后
马上会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然后就过掉了啊，过掉之后就好了，经济就反弹了啊，过掉就好了，对吧？我们都见证着啊这一路这样走过来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说，哎，一旦这个解封了啊，很多这个确诊人数会上去了，马上经济就复苏了啊。今年刚开始出来啊，刚刚出来的上个礼拜出来的 PMI 已经给大家看到中国的经济是强劲的复苏了，香港经济也是强劲的复苏了，所以在经济的复苏方面，香港和中国现在的复苏的力度要比美国的要大。这个是我们看数据出来的。你要看外面的 KOL，外面的人胡扯的，看你什么地方了啊？你要看哔哩哔哩啊，一片中国一片好的，对吧？你要看 YouTube 啊，你要看什么其他的美国那些都是不好的啊。这是我觉得是两方面都有偏见，我是比较中立的来看数字的话，现在中国的那个经济的反弹复苏要比美国好啊。大家千万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给那些胡说八道、胡扯的那些opinion 这些意见这个误导，这是我们投资心理学里面的其中一个要watch out 要注意的一个陷阱，好吧 ？OK， 那好了。那美国我们刚才讲有哪些的危机呢？其中有一个危机这个一直存在着只是到了现在又到了这个美债上限已经到了上限了如果国会不批准不提高这个上限的话，政府就没钱了这个政府停摆了这个工资也发不了了，政府的很多部门要关门了，对吧？当然每一次都会通过。这个不通过，这个后果太严重了但是每一次通过，问题没有解决，只是延迟，而且不光是没有解决，而且是叠加了这个借钱有利息的，对不对？而且每一次这个叫 moral hazard，每一次政府知道我又迟滞，不要紧，到时候又可以问国会把这个债务再上调一下，又叫美联储来买债，又叫其他人来买债，我又可以大花筒美国的赤字这么高，对吧？迟早会出事这个我已经讲了10年了，对吧？当然我说这个以前还有很多的中国啦、日本啦在买美债包括香港啦、新加坡啦、台湾啦都有买美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和这个中国已经是越买越少了去年俄罗斯肯定不买了，对不对？我原来发现这个美国可以冻结我的资产的所以美国的美金和美债和整个所谓叫美元霸权，美元作为全球世界货币的这个地位。还有它的债这么高了如果大家如果美元不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的话，根本其他的国家不会去买美债你要明白这一点人家买美债是因为其他的货币背后的外汇储备是美金。所以他要拥有美金，但是拥有了美金又没有利息哪得美金没用，对吧？每年贬值5%、6%这个通胀这个一年一年贬值下去，很快就变没有了，所以他被迫的、被逼的要去买美债这是个被逼、很不情愿的。OK， 所以中国要有一带一路了，要把这个人民币国际化了，用人民币来买石油了，等等等等，其他的国家也要。这个 bypass 美金以前美金是垄断的买石油完全是不可以不用美金的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俄罗斯啦、中东啦直接用人民币所以美金和美债没有说今年马上会倒闭但是我觉得是坐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火山上面如果美金崩盘了不再是一个世界货币了。或者美债没有人去买了 ，OK， 这就是一个灾难，大灾难性的一个崩溃你说，我不在美国，我没拿美金，不要紧。台湾的货币背后的外汇储备是什么？台湾我网友可以讲一下，台币的外汇储备是什么？不就是美金吗？对不对？
马来西亚的 Ringgit 背后的外汇储备什么，也不就是美金嘛？港币肯定是美金，对不对？新加坡币都是美金，人民币也是美金，所以一旦美金这个完蛋，为什么现在？这个中国还不敢完全不买美金，完全撤，因为一撤的话，美金完蛋，人民币突然之间那个多少亿的那个外汇就变成废纸了啊，所以这个是个国家性的灾难。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个人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也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财务的一个风暴啊。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风暴。巴菲特也讲到过。我个人也讲了好多年啊，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它不是说今年一定会发生，我相信7月前它这个美债的上限又会提升，或者7月之后又会上升啊，使到这个人继续继续喝毒药去续命吊盐水续命，但是这个迟早的事迟早会完蛋的事情。OK，我们看回以前英镑。贬值了，对吧？完蛋了。在英镑以前荷兰盾也贬值了。曾经的那个世界货币都是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崩盘下来啊。英镑崩盘的时候正好是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以每一次，这是 Ray Dalio 做的统计非常好的一本书 Ray Dalio 每一次世界老大哥跌下来，世界货币转换的话，中间都有战争这个希望这个战争不要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但是这个我觉得现在整个美股没有把这个风险price in 放在这个价格里，好吧 ？OK。那好了，我们说完这么悲的东西呢，我们再看看有亮点的地方，有好的地方。我刚才有说过，2月份的时候我买了好多好多的股票，为什么呢？我看到未来的风口就是一个是 AI，一个是中国 ，OK，两个风口那我又回到了巴菲特讲巴菲特很谦虚，他说他成绩这么好。58年内好像是2万多倍的增长我忘记了23000多倍的增长他说是因为他搭了 American Tailwind 美国顺风车，OK，的确，我们看回50多年前从60几年开始，美国Kennedy 说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对不对美国的火箭发射到了这个月球上啦，然后就有这个个人电脑的出现啦我们有年轻的 Bill Gates， 年轻的 Steve Jobs， 还有其他的 entrepreneur把硅谷Silicon Valley 加州变成了全世界最有钱的地方之一所以美国的科技业带旺了整个美国的经济的发展我个人在90年代美国住了10年，工作了10年，也见证，也有做 consultant 也是当时用了很多的 IT 系统，增加了企业的竞争能力，降低了他们成本所以使到美国很多的股票公司的盈利上升，股价也上升所以这个无可否认是美国的 tailwind， 对吧？那看到未来巴菲特觉得是美国当然还是有它的 tailwind 的，对吧？那当然巴菲特也看到，我也觉得有这个有隐忧，刚才有说过的其中一个隐忧，还有其他的隐忧了我在那个星期五上传的视频里面也有讲过不同的一些美国的隐忧，那这里也不再重复了。OK， 那我个人觉得呢，现在当然问题肯定有，挑战肯定有，一路上问题肯定有，对吧？但是我现在觉得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厉害的中国的发展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中国的发展是从1978年、76年、78年开始的。OK， 我是见证的当时我78年跑来香港的时候是穷光蛋，中国大陆是穷的不得了哇，跑到香港的时候哇太厉害了然后见证的中国慢慢的90年代。2000年、2010年，到现在是发展的非常的快的那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现在突然之间过去的1年半了突然之间从很多人都憧憬了、想望的、看好的，变成中国什么了，怎么了，一大堆悲观的这个看法有些我觉得是偏见，
看法或者是过度的误解误读出来了，使到中概股中国的股票跌下来啊，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OK 未来还会更快的发展，相对美国相对这个发展的这个动力和发展速度，我个人是看好中国的。就这样啊，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啊，欢迎大家这个发表你的意见啊，看好中国也好，不看好中国也好，也欢迎大家这个留个言。OK，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未来一定是未来10年、20年会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企业的行为、个人的生活的，就是 AI 人工智能最近很火的是 ChatGPT，很重要的一点ChatGPT 只是人工智能整碗汤里面的一颗小葱，一颗小芝麻，一颗小葱，OK。但是这个 ChatGPT 使到大家引起注意了背后的 AI 应用很广，包括人面识别现在你用 iPhone 可以用人面识别，对吧？包括交通的管制，包括安全的你去密码锁以前要入密码，现在不用了，扫脸就可以了。你去这个 supermarket 支付的时候也可以扫脸了所以这个背后都是AI，包括现在不用打字了，你去讲话，讲了话之后，它可以给你打出来。这个Hey Siri 也是一个人工智能，对吧？小爱同学、小白同学，什么 Siri 都是背后的人工智能所以人工智能现在是很厉害的，包括大家去 YouTube 看，它推什么 YouTube 视频给你背后也是人工智能，包括你们去 Amazon 买东西，去 TikTok 看视频直播带货淘宝你去买什么，背后都有人工智能在计算，包括你现在网上买保险买什么了，都是人工智能在计算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已经是发展了一段时间了，到了现在是到了一个叫起点 Singularity， 这是我之前的那个 YouTube 的视频，上个星期的 YouTube 视频也有解释过 Singularity 现在是到了那个爆发点，所以这两个其中任何一个已经会在未来，我个人觉得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十倍股。当然了这个炒作一定会有很多炒作的短期的炒作的炒风使到一些不值得的股票也升上去，结果这个炒风过掉了就跌下来了这个所以大家还是要做研究的，不能乱买的，不能买一个什么 AI 指数了、AI 概念了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我觉得真正到最后成功的还是一小部分的公司，而这一小部分的公司的话，他们会涨10倍、20倍、100倍都有，甚至1000倍。我相信都有所以你要搭上这两个顺风车的其中一个，或者是两个加在一起，中国的 AI 那就不得了了你要不就中国，要不就 AI，要不就中国 AI，那就更加不得了了所以我最近也是在 GMT 里面做好多好多这一方面的功课那我在这里下面放了一个写错了3月我这里写错3月05号3月05号不是5月05号那大家不妨把今天的直播放到你的放到你的 Facebook Facebook 很好，每年有个 memory 提醒大家一下，对不对？我们相约好不好？特别是你要现在不相信的，哎呀，中国啦，完蛋啦，中国哪里有什么啦，中国这个不好了，那个不好了，或者 AI 只是炒作了，不相信啦，不相信788，不要紧相信的话也放一下，对吧？不相信的话更加重要。我们相约十年到了2033年的3月05号的时候，我们Facebook Memory 呢提醒你了你再看一下今天这个直播看一下未来的看回来在中国和 AI 这两个顺风车里面有多少个十倍股，有多少个超过十倍股出现，好不好？我们相约10年之后再来一个直播，我们给你看看到底有多少个我相信不少过10个十倍股的出现我相信我们也会找到超过几个，超过3个，超过5个十倍股，好吧 ？OK，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不是我讲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非常高层次的，他看得很远的，看得很准的
聪明人他们是怎么看的，好吧？千万这大家要学到一点，千万不要随便听意见，人的意见谁都有啊，谁都有意见，对不对？你都这个好了，那个不好了，谁都有意见。所以我们要听成功人士的，我们要听亿万富翁的、世界首富的，他们看的数据、看的层次、看的或者他们的思考是更客观的。OK，那首先Bill Gates 大家应该不会质疑他的一个判断力、他的眼光和判断力，对不对？他说中国这个美国现在是他第一个很失望very disappointed， 他是很失望拜登政府的政策。当然没办法，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politicians 政客要这个讨选民的选票，选民大多数的人你看被特朗普挑一挑情绪的话，都是哇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拜登政府有很多的政策都是蛮笨的，OK，所以呢，拜登政府禁止或者限制中国用美国或者是用晶片啦、台湾啦这些西方的晶片，其实是非常笨的。这只是这个逼一逼这个force 一下推动一下，推动了中国以后拥有强大的芯片的行业、芯片的企业、芯片的科技本来中国还是付钱给美国的公司，给台湾的公司，美国台湾的公司赚了中国大陆的钱，还可以继续搞科研，继续买设备生产。但是这样逼一逼中国的话，那中国以后的钱这个美国和台湾和韩国赚少了，对吧？然后中国把这些钱自己开发，中国又有了自己的晶片之后，再也不买美国的、台湾的，因为要给你卡脖子永远不干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个很愚笨的according to Bill Gates 这是很愚笨的。他说真的要开战，我肯定打仗之前所有东西都不讲给你听，等你依赖我，知道我们的。如果真的开战的话，但现在只是提早了给你有所有的准备所以这个拜登政府是笨得不得了。OK， 那另外一方面，澳洲的一个这个报告做了一个 research 报告，中国现在在44个关键的新的科技里面，44个里面37个不是领先哦？是遥遥领先，不是一点点领先，是遥遥领先。44个关键，不是随便，是关键新兴技术37个中国是遥遥领先第3个是现在中国北京开会，总理李克强在这个做的报告里面，他会是 double 双倍的推动。要在科技里面自主你美国掐我脖子吗？所以中国是要双倍的，它的政策、它的资金、它的税收、它的市场、政府扶持企业在科技领域的企业发展。大家看不看到机会在哪里？看不看到？这是今天星期17分钟之前讲的哦。17分钟，我今天这个早上做 research 的时候看到的最新的。但是我在拍那个 YouTube 的时候是星期2讲的。我说下2个风口，一个是中国，一个是 AI， 对不对？中国大力的发展科技当中重中之重就是人工智能，对不对？所以一个是 AI， 一个是中国。同不同意？同意我的给我一个同意，不同意我的给我一个论点你可以说中国怎么了，人工智能怎么着，我喜欢看两边的观点我有可能看错，对不对？我最喜欢就是大家的讨论，你有什么想法，你在留言区帮我写下来，好不好？大家有没有看到 ？Bill Gates 看到了，我看到了，Bill Gates 看到了，你有没有看到？中国科技。这是未来2个中国 AI， 所以微软为什么大力的投资 AI？ 你知不知道中国的 AI 是什么搞出来的？
是微软搞出来的。中国现在的 AI 是微软搞出来的，他在1999年就到北京去搞 AI Lab，微软的唯一一个人工智能的研究所在北京。为什么啊？人聪明啊，对吧？当时他说我要中国的人的脑袋，中国学生、中国研究生的脑袋，所以他跑去北京。之后的北京的中关村里面成为了全世界 AI 的，除了 Silicon Valley 就是北京两个中心点，美国、北京。OK，所以北京的那个 AI，第一个 Bill Gates 看到 AI 的重要，他是1999年跑去中国搞那个 AI 的 lab。第二个，中关村成为了中国的 AI 的大的这个培养人才的基地。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美国和中国两个地方 AI。OK，所以你可以买美国的 AI 也可以，你要不喜欢中国的话，可以买美国的 AI。但是我觉得中国加上 AI 两个 tailwind 两个顺风加在一起，哇，你这个火箭不得了，不得了，对不对啊？所以我最近一直在 GNT 里面一直有做研究，一直有做研究，包括我帮助这个大家同学整个寻找十倍股的整体的框架重新梳理了一遍，梳理了一遍之后，我有没有得益？肯定有得益。我整个框架清晰之后，再看中国的，哇 AI 太兴奋了，所以我刚才GNT 的同学见证了，对吧？最近我买了好多的股票啊。OK， 好，那除了投资之外，我们还要考虑的是工作，对不对？AI 肯定会改变我们的工作形态会当然创造一些新的职业出来不要担忧好像以后的人都没工作了，不会的就像蒸汽机的发明、机械的发明、motor 的发明、电力的发明，对不对？以前的劳动这个农民要这个耕牛，牛不用耕了，对不对？不用自己的手去耕田了去工厂里面工作了工厂里面都是大的机器了，所以这个我们从农业社会走到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又到了信息年代、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现在正在迈入这个 AI 的年代、AI 的时代。OK， 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讲了好几年了，如果你现在卖体力、靠体力这个去赚钱的不用想了，做苦力的一早就被淘汰了，对不对？这个哇，好辛苦啦，我这个身心疲惫了，好累了，一早你是赚不到钱的。Sorry，越身心疲惫的越赚不到钱的。OK， 我是靠大学什么专业知识的，你问问自己，人工智能会不会学的比你快？Deep learning、machine learning 会不会学的深度学习？会不会学的比你快？会的话，你也是 game over，没有了，迟早会没有了。OK， 那下一个是什么？老板会赚越来越多钱，因为老板以前要请100个人的，现在只要请2个人。老板以前可能要2年才做完的东西，现在可能两分钟做完，对不对？老板会赚更多钱，老板赚多少钱了，公司赚多钱了，股东也会赚多钱，所以这个投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回到了工作里面，你会用 AI，你会有工作；你不会用 AI，sorry，你会被淘汰。OK，像我现在我要找 AI，最好是 AI 能够帮我的公司可以AI 化，把 AI 结到我这个科技用到我的公司里面。你要懂 AI 开发的话，你有工作；你要不懂开发 AI 的话，你就会被淘汰。就像车子出现了，你会开车子的话，你可以做司机；你只是骑马的话，你被淘汰了。就是那么简单，好吧？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危机要居安思危。OK， 再过几年，你想想看，你的工作还在不在？再过几年，你的下一代的工作还有没有？他们以后学什么或者如果还没有进大学的，马上考虑一下大学学什么。如果已经出来工作了，已经学东西了，对吧？马上要转型，马上要转型所以我觉得拥有这个判断力很重要我们在 GMT 里面或者轻松致富里面也讲过，学问很重要，
知识不值钱，学问很重要。Information is worthless，OK？但是你的那个intelligence is priceless 啊，这也是七爸爸一直在 GMT 啊或者其他的课堂里面教大家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更好的判断、更好的决策，好吧？那其实呢，成功又给大家一点好消息了啊！我们都是讲了一些坏消息，这里讲点好消息，要不然大家很悲观了，对不对？好消息就是你一辈子当中做对12个决定，你已经是发达发了不得了了。一辈子当中，股神说他只是做了大约12个非常好的决定，买了12个非常好的股票，对吧？所以我在我给大家的公益课里面教大家，千万不要赚一点点钱就走，你要赚10倍、20倍，要这个超级盈利。股神巴菲特一辈子也就是12个股票，他说平均每5年才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好的决定，每5年才有一个决定非常好的决定，的确是这样的。你想想看，你到现在为止，你最成功的决定、最好的决定有多少个？可能数下来没有几个，对不对？我在2003年第一个决定就是当时在香港楼价最低的时候买了一个低过市价20% 的楼，而且不断的在股票市场里面决定啊，在股票市场里面赚买楼资金啊，我也搭了这个香港房地产的顺风，也是一样。你一定要靠顺风的，靠自己的力没有的，这个风过掉了没有的。现在在香港再买楼，forget it，忘记它吧。香港再买楼的话，输钱的机会比赚钱的多，对不对？我从03年香港的房价跌了70%，哎，跌的好低好低的危机的时候呢，买到了，然后不断买，不断买，年年买层楼，年年买层楼，对吧？我这个香港的顺风搭上了。我也是很幸运搭上了香港的顺风，然后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香港没有顺风了，香港没有了，完蛋了。OK，这个就像我看美国有顺风，也应该已经差不多了。OK，没有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就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把股票总结出来，当时的决定就是教我的儿子，我希望他11岁开始学股票。11岁开始，因为投资越早越好的，滚雪球嘛，越滚越大的，是不是啊？所以我把所有的股票整理了之后交给他，然后我做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最好的东西，哇，以前的师傅，哇，武术啊，这个 martial art 武术啊，只是传给儿子的，对不对啊？不传外人的，只传儿子的，我把它传给全世界，只要你肯学，我就教。结果2014年到现在8年内，我不断的教，不断的梳理了自己的更加清晰，使到我自己的投资成绩越来越好，跟我的同学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一起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对吧？所以我就2个很好的决定，当然还有可能第3、第4个、第5个，就可能就5、6个最好的决定就已经是做到现在不错了，对吧 ？OK， 所以你一辈子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你一定要做对啊，然后就可以了啊。那我在这里呢，邀请大家如果你也想像巴菲特一样，只要买中几个我给大家10个好不好？一辈子10个，5年1个啊，就50年，未来50年就买10个，好不好？如果你想做到像巴菲特一样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话，我这套系统是会给你分析为什么大多数的人道理很简单，但是就是亏钱。大多数的人都在股票市场里面没有赚到钱，亏钱，有统计的，不是我说的，对吧？然后我给你怎么样，巴菲特的特点是什么样，Peter Lynch 的特点是什么样，2个完全风格不一样的，怎么融合在一起，让你也可以做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工具、方法、方向都在这个70分钟左右的课堂里面给了大家，而且是免费给大家的这个是我之前答应大家支持我的粉丝到了10万订阅者的时候做，结果我是做了2个多月、3个月做的还是背后还有整个团队在帮助我、支持我，整个团队帮2个月做了这个免费的公益课，送给大家作为一个财商教育的礼物，好吧？因为我相信，真的，我刚才也在问自己，我要找到个动力给大家来
做直播，对不对？要不然干嘛每个星期做直播，对吧？我就答应过，我答应过上面啊，财商教育是我送给大家的礼物，好吧？OK，真的送给你的礼物啊，不要就不要了，OK 啊。那好了啊，现在回答一下之前的网友啊提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家看这些问题，你要看到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啊？问题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所有的答案都已经有了，在这里呢，我就不再赘说了啊，不再重复了，因为在 GNT 里面也有啊，我要解答你们的看到问题在哪里的问题啊，这些人的问题不解决的话，给他们一个号码，给他们一个答案，他们会输更多的钱。外面有没有给股票号码的大师？有没有？有。有没有拿了号码的人赚钱？到最后都是骂那个大师骂死的，对吧？骂狗屁骂死的，对吧？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啊，比如说啊，中间那个6天前那个King 他说，哎，好忙嘞，工作好忙嘞，对不对？你的 underlying assumption 啊，这个潜在的假设就是股票要经常时刻盯盘，买来买去，时刻盯盘，买来买去。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时刻盯盘，一定会心慌意乱的，肯定的。我看得多也会心慌意乱的。买股票要一劳永逸，麻烦大家写下来，一劳永逸，帮我在这个弹幕打出来啊，要一劳永逸。你找的时候一定要做功课，做多点功课，找到好的公司之后，一定要长期的、安心的、一劳永逸的啊。当然你要看看市场有没有改变啦，对吧？但是你偶然看一下。偶然看一下，但是你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的钱，以后可以帮你，不需要再怎么日忙夜忙打工仔，打一辈子工仔啊！你再打下去，人工智能都会替代我们，对不对啊？所以不要被动的到被替代的时候，再要找方法的话，太晚了，太迟了啊！但是我们找到一些好的股票的话，长期安心，不是说要日忙夜忙，还要再忙着炒股票，千万不要忙着炒股票。OK，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啊，千万不要问个号码就去买。我在 GMT 里面，我是给大家看了所有的方法，因为我只是给你个号码，或者你在哪里听个号码，股票市场一定会有波动，一波动的话你就恐慌了，哎呀，怎么办了？怎么办了？恐慌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止损了。外面有没有人教你止损？止损呐，那是最惨的，在最低位的时候，最低位的时候就是最绝望。像去年的9月、10月，香港股票了、中概股了，你在那时候卖出了，对吧？明明好的股票卖出了啊，所以千万不要就看着一个股票就在那里啊。第三个啊，宏观经济要看。但是更加重要的不是看宏观经济，外面有没有人宏观经济看得很准？有没有经济学的博士？有啊，他们肯定看得很准，对不对？有没有发达？没有发达。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判断另外一样东西，所有这些宏观经济有没有 price in，有没有已经反映在股价里面？如果已经有的或者过分反映的话，那我们应该是调过来走的，对吧？所以呢，在学术界里面叫 market is efficient，所有这些数据知道的话，已经是反映在股价里了。如果是的话，就不用看了，对不对啊？但是巴菲特告诉你，我也告诉你啊，market is not always efficient，不是经常这个有效的。所以我们要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判断什么时候市场已经有效的反映了所有的宏观经济。听得明白吗？这个这是今天晚上最精彩的啊！大家很多的误解就是好像我听懂了，知道了宏观经济，我就能发达了。你告诉我一点宏观经济你的看法吧，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宏观经济和现在的市场是不是这个 efficient price in，OK？就像我刚才有说到，现在美国隐忧的那个灾难，因为它不是一定会发生，不是马上会发生。这个隐忧的灾难没有 price in， 没有在股价里面反映出来，这是一个判断，这才是值钱的地方OK 所以呢，真的要学习大家来了 GMT 的话，我们会讲好多的股票，但是我告诉大家，我这个 Kathy 同学就是我们的 GMT 同学他所有 GMT 同学进来之后，我把所有的股票课程也开通给大家，也就是要大家先学习。
然后一边学一边听，一边学一边听，听听老师和我的研究团队给大家做的研究，我们把方法、观点、数据所有的都给你啊，等你不用日忙夜忙还要去找资料，对吧？你就在我们找到的资料、找到的股票里面看，然后你要自己学会做判断，对吧？这个 Kathy 同学说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五晚上啊讲 GMT，你有星期六和天做功课，星期一之后你就有时间去判断、去等待机会、去买入啊。这两个已经是赚了最少的股票了，因为它不是那些波动很大的股票，而且是最便宜的，都是一直在往下跌，一直在往下跌，不是涨的时候说涨，跌的时候说跌的，它是跌的时候我说而且我是给了大家具体的原因写在上面，对吧？11月11号、11月4号两个公司到现在大约都是起码赚了60-70%，中间人家有调整，但是这两个股票已经赚了17-18个这几十个 percent 了，对不对？这个552现在是4.2毛5啊，4.2毛5这个552上面17的话现在是22块，但是我们已经收到了10块这个1.5块的那个股息，所以我们真正是14块到了22块，是不是也涨了好多了？对不对？所以呢，真的是好多人这个这里再给大家一个 bonus 啊，有些人呢是有些人是在问题当中找答案，有些人是在答案当中找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你是在问题当中找答案，还是在答案当中找问题，对吧？很多时候我给大家的答案了，大家说，哎呀，我没钱了，没钱你要学会赚钱啊，哎呀，我不懂了，不懂就学啊，哎呀，你太忙了，我没时间啊，你给我一个号码就可以了，你没时间，我也有24小时，你也有24小时，你的时间放在那里，哎呀，我要上班嘛，打工嘛，那我看股票赚的钱比你更多时间比你花的更少。巴菲特有没有很辛苦？没有很辛苦，他的工作轻不轻松？赚的钱多不多？比你多少时间比你花少多少工作的这个时间点但是钱比你赚多少，对不对？有成功的方法不学，就在那里找借口、找问题这个给你的答案还要找问题所以成功人是没有偶然的你要做对事情，思考对的话，你是肯定会成功的，好吧 ？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我邀请大家一定要学习一个是免费的，一个是跟我一起来这个加快你的这个投资和学习所以呢，一个可以加入我们的 GMT另外一个是免费的看我给大家的那份公益课礼物，好吧 ？OK， 好，我们看一下升息是为了压制通胀，若提前降息，能否解释未来金融市场风险的调整呢？第一个，没有人说过现在有提前降息我不知道你这个概念哪里想出来的第二个，提前降息，未来金融市场风险的调整，我这个问题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嘞？OK，你的这个问题，第一个没有提前降息所以我们的脑子不要胡思乱想，我们要集中，不要胡思乱想，好像想不存在的东西就不要胡思乱想。OK，Is it a bull trap？我呃，我觉得现在是不是 bull trap 不知道，也不重要。我只是像今天所讲的存在的隐忧在美股没有 fully pricing，存在的机会在我说的两个风口里面也没有 fully pricing，这就是未来的机会我们要避开的和我们要把握的地方当然，具体的股票我在公开场合不适合讲，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学会的话，就算买了一个好的股票，你也可能在坏的时间点、坏的价格走掉了，好吧？光伏可以涨了吗？你这个光伏里面整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股票我当然个人有几个我很看好的，对吧？所以整个行业的价格是在下跌，因为这个产能在增加但是我觉得这个股价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好吧？OK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非常有问题的问题David 不好意思我们要就是没有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光伏好了就随便买一个股票，你买错了股票怎么办？
对不对啊？就说新爸爸说的光伏好了，我就买错了，随便买一个股票，整个光伏行业里面，我所有的股票都看过，令我可以买的只有一个。这对不对？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你了也没用。那这么多的股票里面可以买的就只有一个，好吧？好，今天感谢大家的时间了啊！哇，正好1个小时啊，我们下次再见了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直播现在不是每个星期了，因为疫情过去了，对不对？有缘分的话，我们再做直播，但是希望大家来 GMT 的话，我们是每个星期都有 GMT 的啊，或者自己看这个免费的课程，好不好？啊，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话，记得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的直播的通知啦，或者是我的视频的上传了啊。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金钱丰盛，还有智慧成长啊，人生5行样样都行。我们下次